新版本炼金奖励被削弱，很多小伙伴问赤霄，炼金收不到500层，或者500层收出来也会暴毙，吃不到鸡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把我们3个经济海克斯只开了300层奖励，也能在宗师王者局轻松连胜吃鸡。学会今天炼金使命旗的思路，你也能做到开局3炼金就轻松吃鸡。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套阵容的构筑。常规我们在7级开出4伏击3炼金的构筑，去追3星的史密奇、忍尼和2星的艾克。蜘蛛没来之前可以先用斯特伯替代。这里站位需要注意一下，让左右两边都放置最肉的坦克来吸引对方 C 位的伤害，防止跳进去的史密奇过早吃到伤害与集火。后续上人口可以补充5伏击、6费卡或者2哨兵、安倍萨来提升阵容的上限。如果300层的炼金装备开出了适合谢尔科的装备，则可以考虑下掉伏击的义子，开谢尔科的2统领。我们在第2环节讲一下这套阵容的装备选择。通常来说，我们吃300层的炼金层数就足够吃鸡了，但是300层只有一个2级的炼金装备，可能会开到谢尔科的装备稍弱一些。最好能开到400层的炼金奖励是最稳定的。300层的2级装备中，最好的是史密奇的炼巨刀和猎肉者，其次是忍尼的微光。微光能够为全队提供大量的护盾，而其他的肉装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能够让忍尼变得巨肉无比。只要开出了正确的装备，300层的奖励大概等于 1.5 个彩色。当然，活人不能给尿憋死，如果实在收不到300层，只收100层和200层也是可以的。这套阵容不收炼金，正常玩也有很高的强度。我们只需要准备史密奇的2件吸血装、1件输出装和忍尼的功能装，比如薄木、离子。缺装备的情况下，可以把离子先给艾克用，艾克则需要准备伤害装、吸血装，例如正义、帽子。在满足史密奇的装备之后，给艾克捡破烂即可。我们来到今天的实战分享，顺便聊一聊我对这套阵容的理解。理论上来说，这套阵容在开局3炼金的情况下是可以把把硬玩的，因为开局3炼金能够非常稳定的打出300层奖励来。只要有300层奖励，这个阵容就绝对有吃鸡的上限。我们来到海格斯的选择，像蓝发小队这样定阵容的转职，需要前期有一个良好的过渡。我们手上的牌没法进行蓝发的过渡，所以先刷掉。人彩门票也比较一般，我们也刷掉。这里有2种玩法，一是选择灵活摇摆，可能后面会去玩一个极客；二是选择双重目的去玩一个乌鸦或者船长。我们最后还是把灵活摇摆刷掉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大概率就是拿双重目的去玩乌鸦了。事实上，双重目的玩乌鸦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，有很多3费主 C 的阵容其实都能用双重目的来玩，例如伏击史密奇，也就是今天的炼金史密奇这一套。我们在这里刚好找出了一张忍尼，那我们如果下回合再找到一张炼金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选择去玩炼金史密奇了。我们在大前期就开出了3炼金，是保底能够收到300层奖励的。这里我们没有上3炼金，选择上2个列娜塔来试图打连胜。如果我们能打出一个比较高的连胜来，我们甚至能收400层的菜，让吃鸡更加稳定。这里既然我们输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吃炼金的层数。我们不要合这个2星的瑞尔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法合出装备来，就算有2星的瑞尔也没法连胜。我们这把没有多余的经济，双重目的如果连败的话还会比较穷。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经济，方便我们在7级递出3星的史密奇来。选秀这里没有大剑和眼泪，我们就多拿了一个拳套。反正在这个阵容里面，拳套是很容易消化的东西。底下还有空城小子在摆我们，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连败延续下去，不然可能连300层都吃不到。这把在下面摆烂的实在太多了，我想对另一家摆烂的，没想到这一家也在摆。幸好凭借对方的完美发挥，我们没有赢下这一波。
不然我们收到300层可能会比较困难。这把由于场上的牌都挺贵的，并且没有吃征服补充我们的经济，我们在这个阶段经济其实不是很好，眼泪和大剑一个都没有，史密奇的装备其实也比较一般。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，我在之前已经提到过，只要能收出来300层，提供的奖励大概等于1.5个彩色战力的强度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只需要保证经济到位，能够递出3星的史密奇和忍尼，就一定能够锁血。选秀我们拿下锅，伏击转在这个阵容里非常强，因为可以开出5伏击来，伏击转也可以暂时给忍尼当做一件装备。正常来说，如果层数还差20-30的话，我们在3-5就可以启动，递出2星史密奇和2星忍尼进行锁血。但我们这里层数差的比较多，还需要再输一点才能快速收到300层来，所以我们并没有急着递卡。我们9连败来到野怪开出奖励，由于我们这把装备不是很好，我们需要野怪来为我们的史密奇提供3件神装，主要是吸血没有得到补充，没有吸血的史密奇是无法在战场中游龙的。收到300层的奖励之后，我们就要快速的递出史密奇和忍尼，否则凭借2级的炼金装备我们依然锁不住。但只要我们的忍尼和史密奇到达3星，我们就能轻松吃鸡。这里带一件炼巨刀的史密奇输出就已经够了，我们最好给他配上2件吸血装备。只不过这里实在合不出来第2件吸血装备，才会考虑给他一个泰坦。我们来到海克斯，因为拿到了最好的炼巨刀，所以海克斯这里其实只要再拿一个经济就可以了。我们只要快速3星我们的炼金双 C， 就绝对有吃鸡的实力。这里我的失误比较严重，因为我这里还差1张就能2个3星了，我在犹豫要不要直接上经验，顺带刷新来抽出另外1张。但这里 F 了2下，发现可能会抽不出来，于是想赶快递出来最后1张，结果没有来得及，导致3星慢了1回合。幸好这波赢了，否则这波容错掉的就很没有道理。除了白送你2星忍尼、2星史密奇的那个奖励没有1级装备，300层奖励还会额外送你一个1级装备，那个1级装备也近乎能够看成一件神器来使用。所以我说300层的奖励约等于1.5个彩，绝对不是虚言。这波团可以看出来史密奇的伤害是绝对够的，但是因为少一件吸血装备，所以看起来还是很容易死的。我们这里可以考虑在异变为他选一个吸血的，或者说再给他找一件吸血的装备来。这里正常来说就拿深入敌阵了，但我不知道深入敌阵和史密奇的技能会不会产生冲突。同时史密奇是一个连续斩杀的英雄，如果有龙魂、恃强凌弱这样的伤害型异变，会是更好的选择。
我们打完野怪，这里用艾克的眼泪做第3件史密奇的吸血装备也可以。但考虑到这里我们还要养兰博，装备不太够，蜘蛛是2星也需要养，所以就做了一个偷偷给蜘蛛，刚好能给艾克做一个电刀来补充我们法系的破抗。这里外面基本上谁都打不过我们，我们可以考虑上史了。只要能在10级补出2星兰博和6费卡，就一定能够吃到鸡。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套阵容的伤害大部分都是由史密奇打的，所以说一定要给史密奇做上国木。理论上来说，能够增强史密奇单兵能力的海克斯，例如知法者、冲榜战士，都是史密奇这套阵容非常优质的海克斯。但考虑到史密奇有可能3不了，所以还是推荐多拿一些经济海克斯。如果没有吃炼金层数，多拿经济很容易导致后期谁也打不过。但在吃了炼金层数的情况下，这套阵容的上限会变得无穷高。通常3个经济海克斯也不影响最后的吃鸡结果。这里因为被林峰吹了起来，导致输掉了这波。不过也是因为这么久还没有补出来史密奇的第2件吸血装。在后期如果要调整站位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把艾克、忍尼跟兰博蜘蛛换一下位置即可，尽量让艾克靠近忍尼，这样的话可以受到忍尼的保护，防止艾克直接暴毙。我们在6跟2中一可以上10了，这里最好肯定是多挂一张6费卡，无论哪张6费卡都会让我们的阵容变强。但找不到的话，就随便挂一个妖姬上去吧。我们随意调换一下位置，只要躲过这家的吹风，他是一定打不过我的。最后一波团战，我们双杀对手，结束了这场游戏。这套阵容300层就已经足够吃鸡了，如果你有能力上400层，吃鸡只会更加的稳定。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炼金史密奇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3连关注一下赤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